对于这种家庭，我觉得还是不要出来，真的不要出来，因为出来其实对个人对家庭的损失都比较大，真的是要想清楚。当时其实我太太是产生过这种动摇的，我的建议是真的是要慎重，反而我觉得需要慎重。好，坤哥，好，我们很高兴来到大马生活家，我们一起来再做一次对谈。我们现在都在上海，现在是晚上8、9点钟的时间。我们在外滩园，很感谢梅大师给我们介绍外滩园这个好地方。坤哥在泰国，梅大师乱录一下欢迎。坤哥在泰国有待了8年的时间，对我们在大马就待了3年的时间。我想跟坤哥聊一下离开中国又回到上海的那种微妙的感受。那我先来讲一下，因为我出去比较早，我们是17年离开上海，去到泰国曼谷。当中因为前面大马生活家提到我们上海封城的故事，当然我是没有经历了，但是上海封城的从疫情开始之后，我记得19年回来上海之后，我疫情后再回上海已经是2023年了，就说有4年没有回到上海。我跟威廉也说过，我们其实在心理上觉得和上海并没有隔开。回来之后，当然你又感受到上海这种生活的氛围，是吧？比如说回来之后，你上海的这种所谓人间烟火气，我们喜欢那些什么大饼油条，什么上海什么锅贴生煎啊，又喜欢吃的东西，又回来了，也感受到这种美好。但是我并没有像你前面讲的那样觉得，我的当初的决策是不是错误的？但是并没有这种感觉，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一个感受？我觉得我太太的反应比我会强烈一点，因为她更加敏感一点。她哪怕说现在回到上海，大家都会提前让她有那种很强烈的不适。为什么？她就很害怕回到上海。是当时的心理阴影关系不大？我觉得她是双重，因为她离开的原因，本来除了我们的经历、小孩的教育、家庭关系啊等等等等，这还有一个就是她自己的原生家庭给她带来的一些伤害，因为她是要远离家庭，她才会物理上得到一些隔绝的。那我更像是什么？我更像是一种 OK， 我现在可以接受上海的这种感觉。因为我受到的更多的伤害，我觉得是来自于疫情的各种各样的一种政策也好，物理上的也好，我觉得我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有一种相隔很远，但是重新去接纳它的这种感觉。明白。我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你们封城那一段。尤其是或者是像你太太那种，比如说家庭的那种原因什么，对吧？所以心理上感觉确实和你们不一样。反正对我们来说打击蛮大的。我想从坤哥这里了解，坤哥你当初你们决定要出去的原因又是什么？比较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问过。对，很多人问过我。我和我太太都是离开上海的，都是从原来上海人叫上海电视台，其实 SMG 来我们的上海的传媒集团这是出去的。当时很多人也表示不理解，觉得你们这个什么好的工作，电视台有人说是金饭碗，其实也没那么金了。其实如果威廉你翻翻现在小红书，你会发现很多人发的就是什么电视台发不出工资啊，对吧？但是那时候还没到这一步。当然你要问我出去的原因，其实我们当时出去有一个因素是，其实也是和教育有关。因为当时也是到了就是要一个选择，别人走什么教育道路。当时因为我和我太太都觉得国内的一些教育的模式我们不太能接受，也觉得我们的小孩可能不太适应这种国内这种应试教育的模式，所以产生了这个念头，想就走国际化教育的道路。其实最早并没有想到要出去，当时想，其实你上海有很多的所谓叫双语学校，你也可以在双语学校里走这个国际化道路。那后来仔细一想，不对，你双语学校的老师可能比如说一半中国人，一半外国人，对吧？那你同学不全是中国人吗？你其实也并非是真正的国际化。所以说，因为我们以前去旅游到泰国的时候，我和我太太都对泰国的印象都比较好，也对那里的国际教育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后来就做了一个决策，就说，所以说有一个因素是为了孩子的将来的教育道路，但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其实是我们为了个人的怎么说的发展。因为当时其实我们2个人从事其实传媒电视这个行业也蛮多年了，觉得这个行业整体是一个往下的，确实在职业发展道路上也是有所谓瓶颈期，觉得可能就是想转换一个发展的一个通路。所以说一半为了小孩的教育，一半其实也是为了个人发展。所以我不是说前面说我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很多人在下面留言，我说好崇拜你们，你们很伟大，为了孩子的教育是吧？他放弃了那么好的工作，什么依然出国的。当然也有人在下面说什么去泰国这种不发达国家，又不是什么母语国家的脑子瓦特了的，对，那都是噪音。也有，我相信你们是马来西亚，也有人这么说，是吧？但我在后面也解释，我说其实也不要把我们想的那么伟大，也不是完全为了孩子的教育。其实我就说，孩子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我们其实也是重新，其实等于说是再出发。虽然说人生到了半场、中场也转换一个跑道，其实前面说为什么我们2个人都没有
所谓那种产生，我们是不是选择错了，是不是有后悔？好像回到上海一看又都蛮好的，但是我们一回上海一看，首先我们原来电视台那些同事现在都是什么减薪，有的是可能要面临着也是裁员，今年好像又裁了一批员，因为电视台的确实经营的也遇到困难嘛。就我们来说，你看这个证明不是我们决策对了吗？我们留在里面的话，那可能现在比如减薪裁员，不就轮到我们了吗？是吧？另外一点，觉得因为你们出去，我相信你们对小孩的发展应该也是满意的，也是一样。因为我看过你频道，我觉得我们孩子其实在转换了他跑道路，觉得这个其实比他如果在国内，其实我们如果说不选择出国，我们其实是有所谓。就你知道要对口的，要说公办小学，我们区最好的公办小学是有的，因为有的人拼命买学区房就是为了这个，但是我们也是放弃了。那如果说留在国内走那条道路，我估计可能至少孩子的心理的健康，他的发展不会这么好，就是对吧？毕竟现在他还是一个，比如说释放他个性，他各方面都是应该说是健康成长，也证明是对了，所以说就不会产生这种念头，觉得我们是不是错了？那么真的我们的一个基点，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我想要接着问一个，可能在我这个问题之后，我想应该没有人问过你。前面是个大陆的问题，你现在回想当初的决策，有没有感性的？因为你讲的都是理性，它是一个硬道理。我当时也告诉了自己很多硬道理，但我发现是说多了以后，我都忘了我自己虽然说的是最多的人，可是我竟然忘了为什么要出发。也就是说，我不觉得那些道理一定是我们要离开的。我相信推动的哪怕只有1%，那个叫做感性，就觉得差不多该了，因为你很多情绪累积到这个位置，觉得该去做决策了，实际是在去做了这个决策。这个是回头是我觉得，如果别人再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去马来西亚，我会跟他说不知道。这我觉得再过5年来问我也可能就跟他说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更重要。就像很多成功的老板最后说他的成功是运气，我有这种感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性的部分，还是你现在认可说因为这2个原因？怎么说呢？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我和我太太2个人，你说的理性和感性，我可能相对偏理性多一点。但是因为一般太太感性多一点，那你说我有没有当中有动摇的时候？其实是有的，我告诉你是有的。其实和你们那个时期是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在疫情的时候，因为初期是吧？对，其实，在疫情初期，其实泰国的疫情并不严重，但后来奥米克戎出来以后，泰国的疫情一下就爆发了。因为比如最早的时候，可能每天它报几十例、上百例，但后来就是上万了。那个时候，其实我告诉你，我们在泰国的像我们这样的陪读家庭是逃掉一批的。我相信没有认识的朋友就逃回国内了。我相信是这个，当时因为国内是22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好像控制住了，大家好像都还有点正常化了，所以开始的往回流是有的。当时其实我太太是产生过这种动摇的，这个我们没来跟我说我们要不要回去？他说好像泰国有点严重了，因为那时候学校都是上网课都停课了，明白要不要回去？所以当时我这怎么说呢？其实可能是我坚持了一下，比如说我们不要回去，我说我们回去等于说前功尽弃，把前面的那些努力全部抛弃了，是吧？要不要回去？而且事实证明当然对了。后来过了几个月，国内不就封城，各种封城出来了吗？上海封城什么的，但是我们就一直，所以说我说有4年没有回来，没有回上海，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其实你说感性的部分当中是有些许的这种，但并不到了那种非常剧烈的程度。就说当时只是可能迫于这个看到外面的环境，还有新闻报道什么疫情严重什么，是有这种些许的动摇是有过的，但是事实证明坚持下来还是正确的。说你说是有时候可能忘了为什么出发呢？在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倒是包括到目前，我们这次不是去年回来，今年又回来，其实我们夫妻2个人其实这点共识依然是保持的，认为我们是完全正确的，甚至就是说以后可能像就讲的再远一点，比如说孩子以后，比如说上了大学，他可能自己走发展道路了，我们是不是以后要回上海长待？其实我们现在都觉得以后可能变成了一个，可能比如说泰国待，上海当然可以回来了，是吧？也可以待一下，但并不一定选择长居上海了，反而你如果再前瞻一点，可能证明我们其实这种当初出发的初心还是保持住了。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跟你也是一样。虽然说我们发生的变动的模式、心理状态是不一样，但你会在疫情的时候在国外经历波动，我们在这里是很想要出去，但是我觉得结论还是没有变。如果他的想法不一样嘛，就比如说马来西亚去槟城也有很多人，我昨天朋友还在跟我说，他圆圈一个小区很多人，现在就他们家很多人都回来，对，我相信会有，但是我们也没有变，因为我看到的是更背后的一些东西，我不愿意说，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不会影响，也不会发生变化。而我们生活在海外，我是能够感受到整体生活质量是高的，它有很多更让我
感到舒心，不被打扰，更符合我。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喜欢摄影，所以我们后面拍的我表达都是那种内心当时是比较我觉得封闭，比较感觉想说话又不能说话，想听又不能听的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感受。我觉得在国外比较亲近，比较自由，真的还是我所希望。就像你讲，就退休我可能想找个简单的，我可以找个成本更低的，但我还是想在大马找一个地方停下来。小孩我觉得是他可以去读他的这个学校，我从来也没想过说华侨生联考，那我绕那么远的路吗？对，这是怎么想的？说到华侨生联考，我就说从来没想过，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坑。我可以接受我小孩不读大学，但我从来没想过他要去参加华侨生联考。对，而且我告诉你，其实也没戏。有的人说什么400分上清华，这绝对是不可能的。这里面真的是一个虚幻的一个概念真的我们也没想过说为什么走这条路。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理解到像坤哥讲的对上海的这种感受嘛。当然我是站在另外一面，这都是属于非常个人，但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细腻。我其实不指望有多少人会完全这个共情。我就说我做的节目，我觉得大家只是看到表面那个东西，开口一下说这真的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们讲出来本身也是很重要。对，而且我觉得再多讲一点，其实就像你说的，因为我相信你在马来西亚也认识不少的同样的中国出来的，包括上海出来的其他的家庭，我也接到一些，因为还是有些粉丝会来问，包括前2天梅大师还介绍一个他的粉丝来问我，说是不是要来泰国什么的。我的建议是，真的是要慎重，反而我觉得是要慎重。真的像我们这样的出来之后，不忘初心、不后悔的很难，真的很难。对，我们一般都要先问他，你到底为什么是不是虚妄？如果说只是因为一些暂时的一些眼前的一些坎儿，你觉得还过不去，或者是为了逃避一些，你要逃避的。因为比如说像有的粉丝来我，就很典型的，我觉得这种问题有的粉丝就中考之后，有的家长说这个孩子中考成绩不好，我让他去读职高，因为中考不好不是要分流嘛，读职高我就觉得过不去，那我就让他去泰国，或者说有人说去马来西亚去念一个那边的国际学校，让我开这条路行不行？这样的人我就说，我觉得你坚决不要出来。就是你只是为了你眼前过不去的这么一道的坎儿，就想要绕这么大一个弯，那你还不如好好在国内，不必要去有那么大动静再出国，对吧？我觉得像威廉你刚才说的，其实一方面当然你有一些当时封城的原因，包括你太太这个原生家庭的原因，这是可能是你们初心，另外有孩子教育的原因。出去之后，关键你出去之后，我看你的频道就说你其实在那找到了自己适合自己的生活模式，这确实也是很难，但是至少是你就进入轨道了，甚至你就像我们一样预想到将来你可能会选择一个你舒服的地方。那就是没有那么就是说一定要硬凹说我一定要什么，有的人就说我就完成这个任务，孩子送出去，我陪他读书，他深入一个好的大学，我任务完成了，我就回国了，我就是卸下这负重担。其实我发现，我不知道你们马来西亚怎么样，在泰国有很多的家庭，因为马来西亚大概也是一样，因为有很多是比如说是陪读妈妈，爸爸在国内赚钱，妈妈在那儿陪孩子。我是听到过有些妈妈就说，他们其实是内心还是比较怨，说觉得我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牺牲，陪这个孩子在那儿熬那么多年？因为有的时候很小就出来，对，你熬个10年8年也是有可能的。其实他还觉得还是国内好。因为我们像下一个新学年就有我们认识的一些上海的家庭，他们就回来了，在那儿待了1年2年就回来了。就是这种其实大人来讲，对于小孩来讲，其实都是蛮大的付出和浪费的。对小孩也是浪费，因为他好不容易适应了国际教育这个体制，又转回到国内体制，对吧？他前面的那些积累就铺垫也都过去了。对大人来讲，确实，比如说有的妈妈要辞职，要放弃工作，放弃事业，有的转回来，现在工作也没那么好找，是吧？真的，对于这种家庭，我觉得还是不要出来，真的不要出来，因为出来其实对个人对家庭的损失都比较大，真的是要想清楚。我刚才伟亮说你是感性也好，理性也好，我觉得无论感性理性，有时候感性一下可能很容易拍板做个决定，但是我觉得相信你们能继续坚持在那里发展，也并不仅仅完全是因为感性，还是因为有一些在马来西亚等于说慢慢摸索到了一条这个适合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的道路。对，我觉得解决一些根本的问题。我其实也提到了，我甚至有一期节目，我觉得我也很坦白的提到了，就是自由，比如身体的表达的自由，教育的自由，这是我们要。那我们也获得了，无非像坤哥讲，那我们要解决一些如何营生，如何融入适应当地，那很难，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的父辈也习惯，我们自己也习惯了通过给人打工工作来获得收入，但只不过要找到新的路，但我觉得很有必要，而且可以做得到。那有一个副产品是什么？更虚一点，但正好坤哥在，我们就可以聊一聊，不过有很强烈的
我相信会有很强烈的感受，然后也很长时间在海外，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时候再去看来咨询你的人，或者国内的朋友，或者你身边的人，哪怕是在泰国身边的，我们在大马身边，会不会有孤独感？我解释一下，年轻的时候是没有定见的，没有属于自己的想法，或者叫独立思考。慢慢会觉得独立思考，到一定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我跟他想法是不一样的？包括所有刚才我们提到教育，为什么出去，是否回来等等，小孩未来的读书生活在哪里等等，当然会发现你会很多人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会不会在我们这个年龄开始长出一种叫做孤独的东西？我理解你，其实这种感觉会有，其实倒不是在之前我们做这个决策的时候，因为当时我就不跟你说，考虑到孩子将来的发展道路，我们就想，我觉得不要国内了，在国内，比如即使是那所谓的那种民办双语学校，也不是纯粹国际化，就想让他出去。当时后来想好之后，我突然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想，那这样我这个小孩是不是就和他同龄人不一样了？就因为你出去的时候肯定不一样的，包括甚至于你可能教育不一样，甚至连中文程度也不一样，各方面都不一样了。好像因为撒哈应该心里应该大概懂一点，就像你说的那种孤独感就来了，而这个小孩变成不一样，变成某种另类。但后来又转念想，但我就是不是为了要让他和同龄人不一样，我才想让他出去的。就你这样，你想了，你再反转一下，你就豁然开朗。就说确实是会有自我怀疑的。我倒不是想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可能相对来说没办法，走着这条路确实相对来说，我对自己倒怎么说呢？所谓有人说不走寻常路，但是我对自己倒是不太怀疑。但是因为小孩一样这么一走，他从今以后的道路肯定是不一样的，是有怀疑过。但后来一转，就是为了不一样才要出去啊！为什么要怀疑？所以这样就豁然开朗就释然了。所以这可能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孤独我觉得还好，不寂寞就可以。所以你看为什么要做 YouTube， 还有一个表达的渠道在，对，不停的输出。对啊。因为其实像国内的平台我也做过，说老实话，你国内平台也做过，像微信公众号、微博，后来像抖音出来之后都做过。其实开始做的还不错，但后来为什么我其实差不多2-3年前，其实我把重心已经转到了国际化的社交媒体。其实你说的就是要一个表达的一个自由，相对来说就这样的，我可以完全都把国内平台我都放弃了，因为毕竟人的精力有限嘛，对吧？所以说这样其实可能更符合我们的定位。另外呢，也是摸索到了自己的也是要适应在海外的意思，你还是要生存的，摸索到自己的道路，这样也坚定了自己心。否则你在海外，如果说是觉得生计都成了问题，那当然也没有那么淡定了的。所以这确实很难，但是只要努力去探索，其实还是可以找到新的方向。我相信是很有意义的。你看你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不想展开，但是有个很好玩的事情是，当我们出国以后，每天的时间，就是说是不是躺平，或者是完全是浪费掉了？我自我回答是没有，就没有在纯享受生活。那只要不是，那就来了。我现在做的事情就必须要跟原先做的事情做一个比较。如果说现在做的事情你还是觉得有意义的，那么原先在工作就是一个现在做事情的机会成本。你不然就在做原先的事情，不然就在做现在的事情，所以你不得不比较到底哪个重要。所以我相信大部分人在冷静思考以后，会觉得现在做的事情是重要的。比方说，我们更多的时间用于生活，跟小孩相处，有机会去原来之前赚的钱我从来没打理过，而是在学怎么投资媒体，一个人的电商。原先付出的代价就是现在这些。所以我为现在用真正掌握自己时间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我还是觉得自豪的。所以那么回来物理上生活在什么地方，还是会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还是比较私有化一些。对，可能就是乱的，但是有点乱。我觉得可能大家因为特别是有些朋友在考虑未来自己发展道路啊，特别是一些人到中年，有的时候可能事业上有些坎坷，因为现在确实国内的形势，有些朋友也是考虑到有些转型如何发展。可能只是提供大家一个参考，我们的这种模式提供大家一个参考，也不能说我们一定是对的，我们做的已经对的了，只是谈一下我们个人的感受，提供一个思考的样本。你要再了解具体的，可以再留言呗。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给大家好也。OK 啊。